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5月15号，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先帮我点赞，支持老师啊。好，欢迎大家，老师看到了很多同学，欢迎你们。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9924，好，9924中文要怎么说？我们再看一遍，9924，好，9924哦。好，老师很开心，每次上课都看到好多同学哦，而且同学都帮我点赞了，支持老师。有的同学每天晚上都来听老师的课，老师非常非常的感动，很感动哦。好，老师看到了新雅9924， May 还有佳妮 Henny 9924步，林子宋平9924步，周迪 Mandarin 还有 Sierra 9924步，很好。还有立新南武金义，还有慧君温馨春娇9924步 Hardwin 还有蓝墨汉奸 Polo 佩佩猪9924步。哇，你们太厉害了，都答对了哦。好，我们每天都来练习数字，慢慢的你的数字就很厉害了啊，9924步。好，那么我们现在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好，请跟老师念一次。档案。如果你是在台湾的同学，在台湾我们不念档，我们念3声档，然后这个我们会念档案。所以如果你是在大陆的同学，你可以念档案。在台湾的同学，我们念3声档案。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档这个字的相关词汇。好，特别重要的相关词汇，档次啊，在台湾我们念档次啊，档次就是 grades。什么叫档次呢？表示某一个东西或某一个产品，它有不好的，那这个是低档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低档低档。好，在台湾当然我们念低档。好，那如果是中间的水平，这个档次是中间的，我们可以说中档。台湾会念中档。不过各位同学，这个很少用，我们中文常用的是低档跟高档，中档我们不用，很少用听得懂，但是很少用。好，再来高档，在台湾我们会念高档。好，老师再念一次，档次，低档，中档，高档，档次，低档，中档，高档。好，如果你去一家餐厅，它是很好的餐厅 fancy restaurant， 你可以说高档的餐厅。如果你买了一个手表，哇，超级好，非常棒的手表，可能它也很昂贵，你也可以叫它是高档的手表。好，我们来做题目。太太用我的卡。好，什么叫卡 card？ 这里的卡指的是信用卡。好，所以太太用我的信用卡买了一个什么手机手表。那各位同学，你看这个手表是不是很漂亮，很贵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它的档次是怎么样的档次？这个手表的档次是怎么样？是低档、中档还
还是高档？好，太太用我的卡买了一个高档手表。好，那所以呢，各位女同学，你会不会偷偷的用老公的信用卡去刷卡买东西？像这位太太，她就用了老公的信用卡去买了一个高档手表。那她的老公一定会疯了，她老公会很生气。你用我的卡去买了一个高档手表，因为高档的手表品质好，而且又贵高档手表。对，也可以用高级手表可以的，没问题。高档、低档特别用在形容比如说品质，东西的品质跟它的档次等级特别好或特别不好。那高级呢，也可以用在语言上面，所以我可以说高级中文 advanced Chinese， 高级日文 advanced Japanese。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高档，高档一般是用来形容东西或场所地方的品质好不好好，那用在语言上面，我们会用高级、中级还有初级。我们不要用低级是初级。好，因为低级在中文是不好的意思，是骂人用的， you low class 那个感觉北京的烤鸭是高档菜之一，可以，没问题，北京烤鸭就好了，不用北京的烤鸭。北京烤鸭是高档菜。好，林子每天用她老公的卡买菜。好，我们也会说，我会先问老公，老公，我可不可以刷你的卡？如果他不开心，就不用问他，直接刷卡嘛。好，高级的技术可以的，没问题。高级的社会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一般会说进步的社会，进步的社会。好，我们再来做一题，这些什么的翡翠不值钱？好，各位同学，不值钱表示你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买到了，它没有价值 ，like worthless， 没有价值，它是没有人要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一般是没有人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什么的翡翠。好，翡翠是一种玉的名字，特别是绿色的玉，我们叫翡翠绿色的玉。好，像各位同学，你们在东南亚的同学你们的国家通常是盛产玉石，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像泰国这个柬埔寨还有缅甸，你们的国家都盛产 be rich in 盛产翡翠或者是玉石那有的玉石它品质不好，所以它不值钱。好，那我们会怎么说呢？对，高档一般用来形容东西或场所地方。这些低档的翡翠不值钱。好，这些低档低档不是低档低档的翡翠不值钱。好，你们都是用拼音嘛拼音有另外一个字叫低档，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词汇了。低档它的这个音调也不一样。好，这些低档的翡翠不值钱。好，老师再说一次我们一般不太用中档，除非你特别强调档次档次有低档、中档、高档。除了这个情形之外，我们一般不会说低档一般不会说中档，我们一般不会说中档的手表。听不懂什么叫中档的手表，你可以说低档的手表、高档的手表可以，我们不会说中档的手表。中档只用来形容档次而已好，我们再来做一题。法国的葡萄酒分成很多不同的。好，法国的葡萄酒分成 classified into 分成。好，如果你把东西分成很多不同的水平或品质那我们可以用分成这个动词be classified into 很多 different 不同的什么。好，答对了。
档次，法国的葡萄酒分成很多不同的档次。哇，很多同学打字很快耶，好厉害。法国的葡萄酒分成很多不同的档次，可能有的葡萄酒是低档的，有的葡萄酒是中档的，有的葡萄酒是高档的。好，对，不同的档次哦。太太跟她的太太告诉她老公太太告诉她老公，她可以用卡去买高级的裙子，老公同意了，所以她很开心。你们有没有喝过葡萄酒？理查老师年轻的时候，不是小时候，理查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喝过葡萄酒。我觉得葡萄酒很好喝，有时候那个酒的味道是香香的、甜甜的哦，那个酒味特别的香。所以你们有没有喝过葡萄酒呢？我觉得欧洲人特别喜欢喝葡萄酒，你们同不同意呢？好，那有的人，特别是男人哦，天气热的时候，很喜欢喝啤酒，因为啤酒让人觉得很消暑、很凉爽。特别是男人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喝冰啤酒。好，立新，谢谢立新成为我的会员 ，Thank you very much， 立新谢谢你哦。好 ，OK， 没问题。C 控也答对了。Mandarin 说，老师我不喜欢喝葡萄酒。我觉得亚洲人好像不太喜欢喝葡萄酒哦。亚洲人好像俄罗斯人好像比较喜欢喝这个白酒，对不对像这个威士忌对不对威士忌宋平喝过葡萄酒，葡萄酒很好喝，高档的葡萄酒好喝极了，而且也贵死了。好，有的同学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的关系不能够喝酒好的，我们再往下看档案。好，在台湾我们念档案。好 file 这个 record 应该念名词应该这个档案是个名词，所以老师念错了，应该要念 record。好 file record。好，什么叫档案？记录事件的文件或资料。记录 to write down to record。事件 event 的 document 文件或者是 data 资料。所以各位同学，档案的意思就是特别去记录某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还有人事物等等，这个就是档案。它可能是文件，可能是资料。好，那等一下老师来介绍档案有哪些我们先看例句。这些档案记录了 record 公司的发展历程。好，这些就是 these。好，表示有很多档案，对不对？这些不止一个，有很多个。好，记录了 record write down document 公司的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procedure development history。 好，所以各位同学从这个例句来看，这些档案呢会告诉我们公司发展历程的这个事件。可能这些档案里面有公司成立的时间，有公司的部门，公司的部门有哪些，或者是公司什么时候换总经理，什么时候换了经理，这些事件都会被记录在档案里面所以档案是记录事件的文件或资料。好，所以各位同学，我相信你们的公司里面都有一些档案，可能记录公司的财务情况，可能记录公司的员工好，所以像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它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事档案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做练习警方正在。好，正在我想我们学过了，表示progressive form BVING in English， 对不对？正在表示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You're doing something now， 正在
警方 the police。好，查阅。好，查阅就是 to consult, to look up, to check。我们如果遇到了不会的单字单词，你可以查阅字典。简单说，我们也可以说查字典。如果你遇到了不会的词汇，你可以查字典或查阅字典。好，过去5年的。好，过去5年叫做 past 5 years。过去5年的，过去 past 5年的。抢匪。好，抢匪呢就是这个人。抢匪啊可能会去银行抢钱。抢匪呢可能会在街上把你的皮包抢走，把你的钱、护照抢走啊，这英文叫 robber。好，档案。好的，所以这个警察可能要抓这个抢匪，所以他要去查一下这个抢匪住在哪里，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是谁，他有什么特征哦，可能警方可以查到这个档案哦。好，警方正在查阅过去5年的抢匪档案。警方正在查阅抢匪过去5年的档案，这个才是对的答案啊。这个答案比较正确。警方正在查阅抢匪过去5年的档案。这个抢匪过去5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有抢了哪些银行？他抢了哪些人？所以警方正在查阅抢匪过去5年的档案，这个是正确答案哦。好，警方正在查阅这个抢匪。好，其实我们中文可以加这个，可能你会比较知道这个它的意思，不加也没关系。警方正在查阅抢匪，这个抢匪过去5年的档案。好，这是正确答案哦。好 ，Cikon 也答对了，好 ，Henny 也答对了。警方正在查阅抢匪过去5年的档案。好，没问题。海伟说应当，对，应当就是用这个词汇档案啊，应当就是 like MP3 MP3 file 啊，应当可以啊，我们可以说应当啊，没问题。好，这位同学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哦，欢迎你。好，佩佩猪也答对了哦，可以加个这个 this rubber 可以。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好，支持老师哦。好，老师最近啊喉咙真的不太舒服，所以这个不能说太久的话哦。所以我们看，等一下我们赶快把课程结束，老师要去休息一下。好，档案有哪些形式呢？有哪些 form？ 好，形式就是英文的 form。好，刚刚呢有同学说应当啊，应当也是档案的一种形式。你可以说录音档啊。你可以说录音档啊，也可以说音档就可以了哦。好，那就是它可能是用声音的形式或音乐的形式啊，这个档案可能是声音的形式或这个唱歌的形式，这些都是音档哦。好，那这个另外的形式呢，还有电脑档案，比如说可能是文字档，对不对啊？在电脑里面的，你可以放到 U 盘里面啊，这个在台湾叫随身碟，在大陆叫 U 盘。你可以把电脑的档案放到 U 盘里面，或我们在台湾叫随身碟啊，随身碟 U 盘。好，这个叫电脑档案啊，对 U 盘。好，在台湾我们叫随身碟。随身碟。好，另外呢，可能有的档案是用文件，用 paper 的形式 document 的形式。那老师这里有给你们图哦。好，这个叫 U 盘啊，记得 U 盘啊 U 盘。那在台湾叫随身碟。那电脑档案也可以放到电脑里或笔记本电脑里面啊。好，
那么文件档案呢？文件档案可能是像这个样子，或这个样子，或这个样子，它是用纸的形式document 纸的形式好，这是档案的形式。好，再来，我们放文件档案的地方有第一个叫档案柜，你可以把档案夹，好，在台湾我们叫档案夹档案夹这个东西就是档案夹。我想你们在上班的同学应该看过这种东西，你可以把档案夹到档案夹里面那还有这种也是档案夹，如果你有比较多的纸档案文件，你可以把它放在这种档案夹里面好，这种都叫档案夹。好，没有问题那如果呢，你把档案放到档案夹之后，我们会把档案夹放到档案柜里面。好，所以你看到这些档案柜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档案夹呢？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请你知道中文怎么说。像这个东西也叫档案柜、档案夹就是好了，大陆念档案夹好，随身碟是在台湾在台湾我们说随身碟。对，明俊，如果你来台湾读书的话，如果你讲 U 盘，台湾人是听不懂的。台湾人听不懂什么叫 U 盘，我们会叫它随身碟随身碟。好，您吃感冒药了吗？有吃了，没有效果。这个就只能不能喝咖啡。老师现在的咳嗽是不能喝咖啡，而且要多喝温水，不能喝冷水。还有就是要睡眠要够，睡眠不够是不会好的。然后就是对，然后不能说太多话。所以老师最近的课都会缩短一点，不能讲太久的话U 盘我不晓得耶，可以叫 U 盘吗？我记得大陆就叫 U 盘我不晓得 U 盘可不可以了好，来，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当的动词词组词组跟表达。第一个查当，好像这个小姐像这位女士，她正在做的动作就是在查当，她去查，警方也可以查当 check files， 看看她可能要找一些人的资料她可以去查当，看看哪个档案是她需要的查当。再来是调当，好，调当的话呢，是可能老板会跟你说，你去把那个林子的档案调出来，你去把佳妮的档案调出来，我需要看一下。所以呢，调当就是一般是可能老板或经理会告诉你，你去把那个什么资料，你去把什么档案调出来我看看所以这个时候老板会 ask for files， 那你就要去查当。如果有人向你调当，那么你就要去查当好，再来是存档。存档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把电脑的档案存到 U 盘里面，或者是把这个电脑档案存在电脑里面这个叫存档。好，老师再念一次，查当、调当、存档。在台湾我们会念查档、调档、存档。好，这些是常用的搭配跟动词词组好 OK， 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我们今天学的词汇就是当、低档、高档、档次，还有档案。我们学到的是档案柜、档案夹，还有一些动词有查当、调当跟存档。好，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晚安咯，拜拜。